他30秒就能读完一本10万字的书。只见他哗哗的翻着书，手指还不停的比划着什么。主持人看他一次翻过去2页，他却说自己能透视。等他翻完书，还能够完整复述全书内容，主持人都惊呆了。他说自己大脑已经开发到了87%，甚至不用眼睛看，只用耳朵听，就可以听出书里面的内容。就算是外语书籍，也难不倒他，可以在翻书的过程中自动翻译。于是主持人递给他一本汉语字典，他拿过来就开始了表演。他的翻书速度就像我在开卷考试中找答案时一样，嘴里还一直嘟嘟着什么。主持人听得一脸懵，他时不时停下来思考一下，接着蘸点口水继续翻，越读越激动，书才读到一半，口水都快蘸干了。节目组呢也挺贴心，给他拿上来一瓶水，这下读得更起劲了，声音也越来越大，翻上几十页就要用手蘸点水，读兴奋了还要站起来。我估计主持人也纳闷，怎么读个书还读急眼了。几分钟后，一本字典就读完了，主持人决定考一下他，他却什么都答不上来。最后实在演不下去了，主持人当场揭穿了他的骗局。话说如果真能做到这种程度，那才是见鬼了。不过下面这一家3口好像真的碰到了鬼。夫妻俩的合照里出现了一张诡异的脸，像是一个孩子趴在了背上，死死地盯着他们。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当时正在给父母拍照，而且观光车是2座的，后排并没有座位。女儿也说当时拍照时旁边并没有人，照片是前几天旅游时拍的。最近翻看照片才发现了这诡异的现象，这张脸离自己这么近，脸色惨白，想想都觉得后怕。当时照片是连拍了好几张，奇怪的是这张脸只出现在了第1张照片上，其他照片上都神秘消失了。刚开始以为是手机问题，但手机是刚买的，完全没理由啊，难道真的有鬼？节目组找到专家，通过分析照片信息，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说人脸面部非常清晰，而且还有影子，猜测应该是个真人。专家计算了照片2侧到车的距离，大约在3米左右，这么近的距离完全有可能是拍照时有个身高在1.5米左右的女孩正好走到夫妻俩后面，由于视线遮挡，看起来就像趴在身上一样，但她为啥只出现在了第1张照片里？而且自从拍下这张照片后，手机变得很卡，信号也变得很差，5G 都没网。专家最后解释说，因为手机设置的连拍间隔是10秒，等拍第2张照片时，小女孩就已经走掉了而已。节目组还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从一侧走到车后面只用了5秒钟，拍出的照片果然和之前的很像，原来是虚惊一场。解决了照片问题，下面这座荒岛上又出现了新问题，荒岛上惊现一个怪异的花豹，长得很像人类。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查看，这东西却发出了嘶吼声，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个人，表情十分怪异，吓得工作人员掉头就跑，以为碰上了食人族。但这头花豹却开口说话了，只见它全身纹满了豹纹，从头顶到脚尖，从耳朵到手掌，甚至眼皮都纹上了花豹的眼睛，全身基本找不到一块干净的皮肤。他说自己20年前就纹了身，还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纹身，现在的气温只有1度，但他好像并不怕冷，甚至直接泡在了冷水里。那他为什么会在这座荒岛上呢？难道没有家吗？他并没有说话，转身走向了一座石堆，工作人员跟了上去。他说这些石堆就是自己的家，20年来都是一个人住在石堆里，穿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后就进到了房子里。接着他穿上了衣服，看着正常多了，但几个小时后他又换上了潜水服，坐着皮划艇离开了荒岛。经过漫长的滑行，他终于上岸了，原来是去对岸超市买生活用品，每隔10天就来采购一次，附近村庄的人都认识他，人们怀疑他有精神问题，但他并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他想要回归自然，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说荒岛上没有噪音，就是自己理想中的天堂，平时的休闲娱乐就是喂海鸥，而且岛上还有他喜欢吃的香蕉，这就足够了。好了，我是月币，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仔细看，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的出血，即使擦干后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的渗出来，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把渗出部位打开后，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主人说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这就很奇怪了。他也没太在意，继续上班。下班后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用刀子把墙纸割开后，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这多少有点恐怖了，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用摄像机全程记录，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但主人说应该不会，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为了保暖，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更蹊跷的是，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师傅也觉得很奇怪，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一番检查下来，师傅决定揭开墙纸，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他终于讲话了。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의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无法阻挡冷空气，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至此真相大白，一切都是虚惊一场。但是下面这家人的墙壁就多少有点诡异了。每到半夜12点，整个公寓的墙就会传来一种凄惨的哭声，但是墙壁看起来就是个正经墙壁。主人说，有声音的时候墙壁都会震动，并且整个房间都有回声。你可以想象一下，半夜12点，全方位立体环绕的哭泣声有多瘆人。主人说，声音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每天晚上都会持续90分钟，随后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听起来又哭又笑的，看起来这只鬼的情绪不是很稳定啊。节目组还询问了公寓其他住户，发现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扰，他们也录到了一样的哭泣声，都表示声音是从墙里传来的，而且有声音的时候，燃气管道都会震动。物业也调查过原因，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很多人因此都无法安心睡觉。节目组带着录音找到了专家，随后专家发现了异常，录制的声波和真人声波差异很大，而且录制的音频有一种很规律的循环，所以专家认为声音应该是人为剪辑过的，并且是在录音机上循环播放的，所以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现在问题来了，那到底是谁搞的恶作剧？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想要找到这个人，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但是一夜过去了，完全没有出现哭泣声，一晚不行那就2晚。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声音。其实我觉得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很明显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至于是哪个就不好说了。过了好多天，小哥又给节目组打来电话，说这些天都没有再出现声音，自己睡得也很好，而且还找到了女朋友。好的，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这不，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即便手动关闭，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完全不给面子。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车子都是正常的，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即使在白天，只要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大哥越说越害怕，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第二天，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一切准备就位，大哥开着车就来到这个路口，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开车来到这个路口，一切正常，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师傅说，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等你开车经过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也就是说，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所以每次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至此真相大白，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一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的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一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
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连续20年喝可乐，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5升的可乐，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然而转身又干完了1瓶可乐。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乐，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1瓶，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随时随地补充能量。到饭点了，自然也少不了可乐，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搅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先喝汤后吃饭。你别说，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那他这样喝可乐多长时间了？大爷说也没有很长时间，也就20年吧。所以20年内每天6瓶可乐，那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40多圈了。但是20年前他从未喝过可乐，原来他曾经嗜酒如命，长期酗酒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不得不戒掉酒精，于是用可乐作为替代品。这一喝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谓。老伴试图带他去看牙医，大爷却说你有钱烧的，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不过最终还是被节目组带到了医院，首先检查了他的牙齿，医生说大部分牙齿都坏掉了，变得很脆，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接着进入全面检查，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如果不想开席的话就要停止喝可乐。大爷轻蔑一笑，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他还说看得出来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拿着一片白菜叶，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然后把挤出来的洗洁精小心翼翼地包在白菜叶里，直接塞进了嘴里。节目组的人都看呆了，但这只是他的开胃菜而已。随后他又挤出来1勺洗洁精，他又要干什么？只见他把1勺洗洁精都加入鱼汤里，搅拌搅拌，那小味滋一下就上来了，直接开灶。这个吃完真的能吐泡泡啊！节目组想尝试一下，然后就一杯可打进杯拉满。所以他为什么要吃洗洁精？奶奶说他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就必须先吃洗洁精，清洁一下油脂。我是服了，这都是什么脑血栓想法啊！不过话说回来，吃洗洁精对他的身体真的没伤害吗？洗洁精厂家表示，如果误食洗洁精的话，轻则住院，重则开席，连肖恩都救不了你。这时奶奶缓缓说出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奶奶年轻的时候工作繁忙，得了胃病，根本没时间去医院，偶然间她不小心吃下了洗洁精，没想到竟然缓
缓解了胃部疼痛，于是就开始一直吃洗洁精了。接下来正常流程，他被节目组带到医院做检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表情凝重，由于长期吃洗洁精，他的肠胃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损伤，医生建议必须停止吃洗洁精。奶奶听后表情也凝重起来，那我以后还怎么吃肉啊？医生说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症状。随后奶奶从药店买了药，信誓旦旦的保证说以后不会再吃洗洁精了。2周后，节目组去奶奶家做回访，想看看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万万没想到，奶奶真的恢复了吃洗洁精。没办法，节目组又给奶奶进行了一番科普，让她用药代替洗洁精。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露出了笑容，说她现在已经习惯吃药了，不再吃洗洁精了。为了庆祝奶奶戒掉洗洁精，节目组准备了一份炸鸡，现在她可以放心的吃肉了。话说，这位奶奶年龄小，不懂事，乱吃也就算了，但是下面这位81岁的奶奶就过分了。81岁的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勺子上，先喝口温水，然后就把眼药膏送进了嘴里，随后又取出假牙，牙槽里也要挤上满满一条，完事再戴起来。奶奶说这种感觉非常 gay， 她是不是对眼药膏有什么误解啊？看了这种奇葩操作后，节目组好奇的问她，你拿眼药膏还会做什么？奶奶说，眼药膏嘛，除了不用在眼睛上，哪里都能用啊，比如脖子酸痛了就可以抹上一点，活血化瘀，疏通经脉，而且脚上也可以用，治脚气一绝，今天涂明天好。不仅如此，眼药膏在手，奶奶都不需要唇膏和护手霜，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她这样使用眼药膏已经10年了。节目组问她吃眼药膏是种什么体验，她说入口绵柔，回味甘甜，总结来说就是不好吃。又到饭点了，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假牙上，她说这样的话就可以啃得动骨头，不然连米饭都咬不动。奶奶吃着吃着又开始吃眼药膏了，她孙子的表情可以说明一切。她说眼药膏可以帮助她消化，原来她一直都有肠胃消化方面的问题，也吃过一些健胃消食片，但是有严重的副作用。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尝了一下眼药膏，结果感觉非常 gay， 于是就这样一直吃了起来。家人都很担心奶奶的身体健康，都劝她不要再吃眼药膏了，否则只能等吃席了。奶奶却说，你们试试嘛，真的管用。最后没办法，奶奶被家人带到医院做检查。一番检查下来，医生明确说道，眼药膏不是万能的，不仅不能帮助她，我们还发现眼药膏引发了食道炎，所以必须停止吃眼药膏。听到这些后，老太太终于决定不会再吃眼药膏了。要说吃眼药膏比较奇葩的话，下面这个奶奶表示不服。70岁的奶奶打开一罐可乐，一口气全部喝掉，然后满意的打个嗝，这是她最享受的时刻。她说可乐是她的灵丹妙药，生病的时候喝可乐，织毛衣的时候腰酸背痛喝可乐，唱歌唱累了也会喝可乐。采访人员说，最近一直熬夜剪片子，感觉很累。奶奶却说，那赶紧整一瓶可乐呀，困了累了喝可乐嘛。她家里到处都塞满了可乐，像这样的罐装可乐，她每天都要喝10罐。40年里，她喝了15罐可乐，这相当于一个游泳池的量。她太爱喝可乐了，即使不吃饭也要喝可乐，喝完可乐横扫饥饿，然后满意的打上一个嗝。但是她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只喝常温可乐。她在被子里摸索了一下，就掏出了一罐可乐，说自己喜欢打嗝，只有常温可乐可以使自己打嗝，所以她的可乐从来不放冰箱里。节目组想测试一下，是不是冰可乐真的不会打嗝。奶奶也很配合，一口气干了冰可乐。喝完后，奶奶连连摇头，说这感觉不对。然后奶奶又喝了一罐常温可乐，然后那么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可乐的？原来40年前，丈夫和2个孩子意外去世，这对她打击很大。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是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喝了40年的可乐，那么她身体状况还好吗？她被节目组带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医生发现她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很多溃疡面都是反复发作。听到诊断结果后，奶奶不禁担忧起来。医生说不用过分担心，只要积极接受治疗，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康复的。最后她和节目组拉钩保证，以后会慢慢戒掉可乐的。那就祝她早日康复吧。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先摆上了3盒牙签，一口米饭就着一根牙签，吃得津津有味。你以为米饭是主食，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该说不说，这牙签能好吃吗？好吃，特别好吃，比柚子香。她每天都要吃3盒牙签，一盒牙签有500根，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这也太夸张了吧。丈夫也试图阻止她，但她根本不听，你说你的，我吃我的。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造了。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吃着有嚼劲，口感也好。丈夫看不下去了，给大姐切了点水果，没想到啊，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对着托盘口水直流，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这玩意儿能吃吗？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
靠，当我没说。看来只要是木制品，大家都想尝试一下。他边吃边发表看法，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那么他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有一次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她的病竟然好了。从那以后，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慢慢的就上瘾了，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胃肠啊，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没有关系。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2盒牙签，一堆一次性筷子，躺在床上吃，逛街也吃，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大姐也不客气，拿起来直接开照。那味道如何呢？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不好吃。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也不喜欢，她说竹子有酸味。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杨木做的牙签，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好几盒杨木牙签。假如真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话，开心快乐最重要。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但是要说牙口好，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直接咬下一块，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在丹东一个普通的早晨，妻子在炒菜，丈夫在洗餐前甜点，然而里面全是玻璃碴子，洗干净后上面撒上白糖，他接着就吃了起来。妻子想劝阻，但是无济于事，玻璃碴子能好吃吗？这个嚼一口非常香。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除了有点参差不齐外，没别的毛病。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20年前他是一个销售，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被客户一番羞辱，说他不爷们儿。为了证明自己，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从那以后，他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他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挑选完毕，带着他的美味甜点回家了。回家后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他说医院的吊瓶最好吃，酥脆有嚼劲，口感极佳。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但也很爽口。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个啤酒杯。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医生也是大为震惊，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他很健康，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梗阻的情况。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以后改成吃牙签。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连说服了，你们都是铁齿铜牙，我只能吃点软的了。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一只不过瘾，他接着又吞了一只泥鳅，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秋秋谈谈还能拉丝。随后他把泥鳅都装到了瓶子里，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那叫一个幸福。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吃泥鳅开胃，母亲很担心他，但他却并不在意，继续吃着心爱的泥鳅。那他为什么要生吃泥鳅呢？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为了疗养身体，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然而有一天，桌子上的泥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泥鳅有缓解胃痛的功效，于是他尝试生吞泥鳅，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对于泥鳅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他只吃野生的泥鳅，拿着铁锹来到稻田就开始挖泥鳅，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盆的泥鳅，稍微清洗一下，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兄弟们。朋友想做一道泥鳅豆腐汤，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生吃才是最好的。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一番检查下来，他的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如果非要吃的话，建议只能中午吃。最后大叔也表示，为了身体健康，以后会尽量少吃的。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只韩国猫咪太奇葩了，它不吃猫粮，1日3餐只吃泡菜，而且必须要够辣。只见主人拿出一片泡菜递给小白，小白闻了闻，还是熟悉的味道。每当小白饿了，就会来到冰箱前，因为冰箱里有他梦寐以求的泡菜。主人想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做个泡菜拌饭给小白，但是小白对于食物是很挑剔的，他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1粒米饭都没吃。那小白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泡菜的呢？主人说，小白是从外面捡来的，刚开始他什么都不吃，直到拿出泡菜的时候，他竟然2眼发光。随后节目组准备做个实验，看看韩国的猫咪是不是都喜欢吃泡菜。节目组准备了4种食物，分别是金枪鱼、泡菜、猫粮、鱿鱼干。现在第一只猫咪登场了，只见它来回闻了闻，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猫粮。第二只猫登场了，他闻了闻泡菜，这味道有点上头啊，看来好像有点喜欢。然后他就选择了旁边的金枪鱼。接着一只3个月大的猫咪上场了，它跌跌撞撞的奔向猫粮。你看，连3个月大的猫咪都知道，猫就应该吃猫粮嘛。最后到小白出场了。
咱们都知道猫是不能吃盐的，主人决定把泡菜洗完再给小白吃，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结果小白闻了一下，连连后退。洗过的泡菜那能叫泡菜吗？已经没有灵魂了。没有吃到正宗泡菜的小白生气的离家出走了。等发现他的时候，他竟然在街角的垃圾里找泡菜吃，吃得满嘴通红。不得不说，作为韩国的猫咪，小白的口味可以说是非常思密达了。为了了解小白为什么对泡菜情有独钟，主人带他来看宠物医生。医生听完也是大为震惊，那小白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医生说，以西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也不知道，只能说他天赋异禀。那吃泡菜对小白的身体真的没影响吗？一番检查下来，小白身体很健康。最后医生还是建议要让小白少吃泡菜。主人也很听话，这不刚回来就开始给小白做泡菜味的猫粮，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 서서히 조금씩 변화를 시켜야죠. 没想到啊，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的吃了起来。那我们就祝小白尽快戒掉泡菜，做个正经猫咪吧。小白只是吃的比较奇葩，然而下面这只母鸡下的蛋就很神奇了。你可能见过双黄蛋或者三黄蛋，但你见过有70多颗蛋黄的鸡蛋吗？这天主人在鸡窝里发现一个蛋，看着就是个正经鸡蛋，就是蛋壳有点软。主人回家就把蛋煮了，结果煮开之后，软软的蛋壳里面竟然出现70多颗透明的小弹珠。难道是母鸡和别的动物打了扑克牌？但主人说它一直被关在笼子里，是个很守妇道的鸡，不可能出去沾花惹草的。为了解开谜团，节目组找到了养鸡场专家。专家说，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母鸡下软蛋。 계란은 아닌 것 같아 보이는데. 专家还说，因为鸡蛋都是先形成蛋黄，然后再形成蛋壳的，但你这里面的70多颗透明的东西并不是蛋黄，所以不认为这是鸡蛋。2天后，母鸡又下了一个蛋，是个有蛋黄的正常鸡蛋，这就很神奇了。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主人去医院咨询。 뭐 너무 황당해가지고 저도 껍질이 너무 좀 특이. 医生猜测可能是这个玩具不知道被谁丢到了鸡窝里，被主人当成了鸡蛋而已。为了证实这个猜测，节目组请来了玩具方面的专家。是的，一群熊孩子打开盒子，专家们就开始窃窃私语，这不就是那个奇趣蛋吗？专家还说，奇趣蛋里面有弹珠，一捏就会跑出来，和这个不能说是很像，只能说是一模一样。随后主人拿着一颗奇趣蛋研究起来，把蛋剪开后，里面确实有很多弹珠。至此真相大白，一个让全村震惊的怪蛋，竟然只是一个玩具而已，场面一度陷入尴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是谁把奇趣蛋丢在了鸡笼里？鸡笼在屋顶，屋顶锁着门，栅栏也很高，只有他们夫妻2人才可以进入。老爷子开始给亲戚朋友打电话，都说没有去过屋顶，而且老爷子也没有孙子，没有人玩这种玩具，最终还是成了一宗悬案。真相也许只有这只母鸡知道。相比于这只母鸡，下面这只狗就正常多了。这只狗双腿趴在瑜伽垫上，伸展开后腿，一套标准的瑜伽动作。它竟然会做瑜伽。节目组来采访的时候，还没等节目组开口，小白就准备展示了。一个自律的狗子有多可怕？主人说，在他做家务或者玩手机的时候，小白就会做瑜伽。主人还为小白拍过写真，看得真不错，肤白貌美大长腿。只可惜小白是个公狗。瑜伽教练说，瑜伽里确实有小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抬起胸部，同时保持手臂伸直。那么小白是什么时候开始练瑜伽的呢？主人说，这2年前小白背部受伤后就开始这样做了。难道是因为背痛才这样做的吗？主人之前也带小白去看了宠物医生，结果小白身体很健康，平时遛弯那叫一个快，完全没任何毛病。会不会是因为看到主人做瑜伽，然后开始模仿的呢？结果主人却说， 아니 저는 필라테스의 필자도 몰라요. 为了搞清楚小白为什么会这样，动物行为专家开始观看小白的录像。专家认为，小白刚开始做这个姿势的时候，是为了吸引主人的注意，慢慢的就习惯做这个动作了，没什么大道理，就像有些狗喜欢咬自己尾巴一样。随后瑜伽老师还对小白进行了培训，教给他一些瑜伽动作，小白学的有模有样，好像能听懂人话似的。啥也别说了，赶紧送小白去上学吧，太聪明了。我个人的话还是喜欢土狗多一点，毕竟土狗不用学瑜伽，还会吃屎。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仔细看，你觉得这幅画价值多少？据说价值上亿。强哥心动了，准备偷来改善一下生活。他先联系在暗房公司的搭档，关闭了公寓门禁，守一个小目标。强哥多少有点飘，临走时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这什么情况？来电铃声竟然在公寓里响了起来。循声来到一间卧室，凌乱的被子透露着不简单，一看就知道之前在上面打过扑克。在床头，他看到了老婆的手机，手机屏保就是2人的合照。强哥感到自己的黑色头套愈发的显绿，恍惚中逃离了公寓。晚上在画廊了，强哥心灰意冷，决定制裁一下妻子的牌友，也就是油画的主人大壮。大壮其实是强哥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也正是如此，他才知道大壮手里有那幅价值连城的名画。大壮来到强哥公司谈合作，之前谈判进行的都很顺利。大壮也不是普通人，曾经是个擅长追踪的特种兵。他算了下去，
慢慢的把身体全部沉入奥利给里面。大壮打开门，里面空空如也。他看向马桶，该不会藏下面了吧？打开马桶盖，只看到了一个竖着的卷纸筒，心想应该不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吧。此时的 GPS 信号已消失了，于是大壮准备去别的地方继续搜寻。随后强哥从下面爬了上来，死里逃生的他眨一下眼，大壮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随后便离开了。强哥再一次死里逃生，终于想通了，之所以能一直被跟踪，就因为之前大壮的公司同事在自己头发上抹了纳米 GPS 发胶。强哥化成托尼老师，给自己理了个光头，成了光头强。他变秃了，也变强了，决心复仇。强哥先是回家找到老婆，他一觉醒来，发现被绑架到了一间密室。他大声呼救，也没有任何回应。墙上的摄像头正在同步直播他的一举一动。这时广播里传来声音，说了一些游戏规则，最重要的规则就是禁止睡觉，任何企图睡觉的行为都会被制止。广播还说，出去的线索就在密室里，密室里只有一个凳子和水桶。他掀开水桶盖，里面全都是腐肉。没办法，为了能出去，强大的求生欲驱使他忍着恶臭在里面一阵翻找，只找到了一个玩具娃娃。接着进来一个手拿电击棒的蒙面人，把小丽电晕后绑在了椅子上，给他戴上了 VR 眼镜。 VR 里播放着打扑克牌的画面，还传出刺耳的声音，这让他整晚无法睡觉。此时直播间人气飙升，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暗网吗？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来到第二天早上，小丽被逼着回答一些变态的问题，回答不能让他们满意的话，就会被蒙面人用高压水枪持续攻击。蒙面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小丽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就这样来到了第三天，蒙面人又带进来一个女人，让他们两个玩抢答游戏，答错的话就会受到惩罚。小丽侥幸获胜，新来的女人则被一枪爆头。3天没睡觉的小丽看到这一幕崩溃了，她完全不知道蒙面人的目的是什么。随后蒙面人给她戴上了 VR 眼镜，漫长的煎熬又开始了。来到第4天，小丽已经变得有些精神恍惚了。4天没睡觉没吃饭的她都已经很难站立了。这时蒙面人送进来一些吃的，但是被锁了起来。广播里说他只有1分钟的时间，小丽不断换钥匙开锁，终于打开了，接着狼吞虎咽起来。1分钟时间到，小丽把饭吃了个精光。广播里又说大门的钥匙就在那串钥匙里面，你其实可以用这1分钟的时间打开大门逃走的。小丽又崩溃了，在这给我玩脑筋急转弯呢。接着蒙面人又准备把她绑在椅子上，趁蒙面人不注意，小丽一个提膝放倒了他，捡起那串钥匙冲向大门，试了几次后终于打开了锁，但紧接着被缓过来的蒙面人电晕了。时间来到第5天，5天没有睡觉的小丽刚闭上眼睛就被刺耳的警报声叫醒了。接着蒙面人推进来一个木箱，把小丽电晕后放了进来，接着封上盖板，随后又把3只老鼠放了进去。这时广播里又说话了，说老鼠已经饿了好几天了，你们谁死谁活由你决定。一番挣扎过后，他咬死了3只大老鼠，老鼠估计也是第一次见到比猫还厉害的人。随后蒙面人打开箱子，把小丽放了出来，为了防止她睡觉，再次给她戴上了 VR 眼镜。来到第6天，一阵滴滴声传来，他循着声音在之前的玩具娃娃里找到一部手机，这不好办了吗？他赶紧报警求助，警方让他提供地址，但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突然电话就没声音了，原来是没电了。此刻小丽真的崩溃了，6天没有睡觉，她已经开始产生幻觉了，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随后她被绑在了手术台上，医生破坏了她脑部的人脸识别中枢神经，小丽现在已经不能识别特定的人脸了，简单来说也就是脸盲了。就这样来到了第10天，小丽恍惚中看到对面坐着一个长相恐怖的男人，中间还放着一把锤子。恐惧中她拿起锤子梆梆2锤把对方解决了。抬头一看，密室大门居然打开了，别管有没有阴谋，先逃出来再说。没想到啊，她竟然跌跌撞撞的跑了出来，才发现这里是荒废很久的工厂。10天没睡觉的她最后还是倒在了回家的路上，还好被一对双胞胎老大妈救了，但是画面看着属实诡异。最后在没有询问小丽家庭地址的情况下，竟然把她送回了家。其实这对双胞胎也是蒙面人一伙的，小丽现在也还在游戏中。回到家的小丽第一件事竟然先洗了个澡，不是应该先睡觉吗？我觉得她还是不困。这时她听到有人开门，她惊慌的拿起一把刀躲在了墙后面。她现在已经不认识任何人了，等人靠近后，她从后面偷袭猛刺几刀就把这人解决了。刚刚小丽杀人的画面也正被蒙面人组织同步直播了。这时直播间管理员发送了一句话：实验成功，直播结束。其实小丽杀的人正是自己的父亲。之后小丽被带到警局，经过医生评估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画面一转，一个中年妇女从这间密室醒来，直播又重新开启。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位俄罗斯高官的妻子，蒙面人组织之前刺杀过高官，但是失败了，于是找到了这种方法，让人连续10天不睡觉，再破坏他们人脸识别中枢神经，让他们不认识身边的人。小丽杀掉了自己的父亲，证明了实验的可行性。于是他们绑架高官的妻子，以同样的方法想让妻子杀掉高官，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谋杀高官。这个电影看得我真的好困，答应我看完这个视频点个赞就睡觉吧。我是岳贝，下期见。
他跟着缉毒犬来到房子前，打开门就看到了屋里藏满了毒品，足足有 1.5吨。他作为缉毒队里的一名翻译，没什么好说的，当即就决定私吞，戴上手套就开始往车上搬运毒品。无奈车太小，装满后备箱后只能先拉一趟回家，把毒品藏到公寓地下室。紧接着又开来一辆50红光，把剩下的毒品装上车溜了。路上还遇到了前来取毒品的大毒枭，还好没被发现。看着地下室满满的毒品，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把毒品卖出去。第一步，先去超市买了点钞机和变声手机。第二步，利用在警局监听毒贩的便利条件，顺利找到了急着买货的毒贩大胖。第三步，网上买了头巾，一番乔装打扮，心花怒放，狗子见了都说旺。两个阿拉伯毒贩也是看得目瞪口呆，金姐给了他们一包样品，谈好了价格。毒贩大胖试货后非常满意，决定和金姐来一次正式交易。金姐把交易地点定在了监狱附近，他带着验钞机当场验钞。这一波操作再次把毒贩整得目瞪口呆。这时一辆警车经过，两个毒贩吓得不知所措。只见金姐淡定的和警察打了个招呼，毒贩两兄弟再次被金姐折服。紧接着来到第二次交易，金姐用编织袋装毒品，坐公交车来到一家超市，大胖拿来满满一包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完事后再把手机丢掉，又是一次愉快的交易，钱越来越多。为了不引起注意，他找到正在跳广场舞的房东，房东是一位中国温州大妈。金姐想让房东帮忙洗钱，房东痛快的答应了。与此同时，大胖兄弟俩巨大的出货量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开始监听追查大胖。在警局工作时，金姐不断用错误的翻译信息误导警察的追查方向，警方的工作毫无进展。他决定不能再和大胖电话联系了，不然迟早会被发现。于是他们现在通过游戏语音联系，交货方式也改变了。他把一包毒品存放在超市储物柜，把钥匙放在饼干包装里，再把饼干放在货架第3排的位置，接着若无其事的购物。随后毒贩大胖来了，避开摄像头，拿到了第3排的饼干钥匙，接着把现金粘到包装上，再次放回原处。两人确认过眼神，金姐拿到了现金，大胖也顺利在储物柜拿到了毒品。另一边，丢失毒品的大毒枭通过街头贩卖毒品的小混混，顺藤摸瓜也知道了是金姐拿走了他们的毒品。警察这边的调查也越来越清晰了，他必须赶紧把毒品清空，抽身出来。这次他决定做个大的，和大胖约在一家内衣店交易。他拉上满满一袋编织袋毒品出发了，来到交易地点，把毒品先留在出租车上，只身前往内衣店查看情况。就在这时，他所在的缉毒队收到情报，也紧接着来到内衣店。金姐赶紧从后门溜了，金姐接着通知大胖，把交易地点改在了电影院门口。两人随即都往电影院赶去。金姐抬头看到了监控摄像头，拉着毒品藏到柱子后面。终于，大胖带着一包钱赶到，警方这边通过刚才的监控也发现了他们，接着通知缉毒队朝电影院这边赶来。交易完成，金姐拿着钱往回赶，被人撞倒后钱洒了一地，来不及捡钱了，她躲进出租车就溜了。下车后回头就看到了大毒枭，不过还好她遇到了城管，说有人跟踪自己。大毒枭见状也跑掉了。隔天房东女儿出嫁，金姐被邀请参加婚礼，两个大毒枭假装快递小哥也来到了这里。来到楼上，拔掉绿植，拿出藏在花盆里的手枪，就开始寻找金姐。一门之隔的金姐听到声音，也拿出手枪对准了大门。毒枭撬开门和金姐对峙起来，他们要求金姐把之前偷拿的毒品全部交出来，场面一度紧张到窒息。这时几个熊孩子在楼道放鞭炮，鞭炮声让毒枭分了神，瞬间毒枭就被房东大妈解决了。完事后整理下头发，接着奏乐，接着舞，婚礼继续。为了感谢房东，金姐把自己的枪当份子直接随了。大妈说随份子你随把枪是啥意思？不过我喜欢。婚礼结束后，金姐接到了养老院电话，说自己母亲去世了。商场里，毒枭金姐拿着一袋骨灰，把塑料袋底下戳破，就这样走到哪就把骨灰撒到哪。骨灰是她妈妈的，妈妈的爱好就是喜欢逛商场。金姐用这种方式完成了母亲的遗愿。回家后，在地下室遇到了房东温州大妈，房东上来就问毒品还剩多少，金姐说还剩一点点而已。打开储藏室一看，果然只剩一点点了。母亲死了，她也厌倦了毒贩生活，决定把之前偷拿的毒品还回去。完事后，金姐卖掉公寓，找来搬家公司，决定离开这里。金姐的上司也就是缉毒组队长也过来帮忙，在橱柜里意外发现了大量橘子饼干，这款饼干是毒贩交易时常用的道具。队长瞬间明白了金姐的真实身份，原来自己一直追查的大毒枭就在眼前。随后队长来到警局，队长和金姐一直是情人关系。看着电影院门口金姐贩毒的监控视频，他默默删除了视频。最后金姐驾驶一辆游艇浪迹天涯去了。看完电影我想说，其实还是中国大妈牛，有中国大妈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广场舞。我是岳贝，下期见。
这个孕妇从收纳盒中拿出一颗弹珠，犹豫片刻后放进嘴巴，直接吞了下去。她竟然获得了一丝快感。隔天，她上完厕所，看了一眼马桶，接着戴上橡胶手套，跪在马桶边上，直接在里面掏了起来。不过还好，她只是把昨天吃下去的弹珠捞了出来，用水冲干净。她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把弹珠放在了化妆台上。此刻她心里有种莫名的成就感。随后她打扫卫生，吸尘器突然就不工作了，把吸尘器翻过来，原来吸头卡住了一枚图钉。她看着图钉，内心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不行，这玩意儿太危险了。但她内心始终有一个声音告诉她，你可以的。她决定挑战一下自己，再次拿起图钉，缓缓放进口中，直接就吞了下去。哦，还没有。她来到厕所，看着被图钉划伤的舌头，并没有感到一丝疼痛，相反，心里的欲望越来越强，不自觉地看向桌子上的图钉。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快步向前，一把抓起图钉就塞到了嘴里。这次她艰难地吞了下去，随后她竟然笑了起来。晚上，随着腹部的一阵绞痛，她把图钉拉了出来，马桶上满是血迹。为了不被丈夫发现，她赶紧戴上手套，拿上洁厕灵，对马桶清理起来。就在这时，丈夫看她长时间没出来，于是来厕所找她。小丽慌乱中打开门，丈夫注意到了她慌张的神情，但是没太在意。丈夫走后，她把拉出来的图钉放在了梳妆台上，收藏起来。她到底是怎么了？这天，她又拿起一节5号电池，直接就吞了下去。吃完之后，电力满满，愉快地整理房间，随后在床上看起胎教书籍。这一页的知识点很重要啊，于是她直接把这一页撕下来吃了。她可能想让孩子也吸收到知识吧，毕竟孩子离高考只剩6000多天了，该冲刺了。镜头转向梳妆台，可以看到她最近已经陆续吃了很多异物了，其中竟然还有个锁头，这只能说是艺高人胆大。隔天，老公陪她来医院孕检，胎儿一切正常，但紧接着护士发现小丽肚子里好像有异物，护士刚开始还以为是机器故障，紧接着小丽被推上手术台，胃镜缓缓深入她口中，不一会儿就取出一个曲别针，还有电池和陀螺。回家后，丈夫大发雷霆，才知道小丽有异食癖，接着把家中零碎的小物件都丢了。心理医生安排上后，定期对小丽进行化疗，还请了一个男看护，24小时监视小丽，即便是小丽上厕所，男看护还是要对她进行搜身，防止小丽在厕所吞食异物。来到厕所，小丽跪在马桶旁，掏出了藏在马桶下的零食，拿出一枚铁钉，迫不及待的直接吞了。这一刻，她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晚上，丈夫生日，在家里举办了生日派对，结果丈夫把她异食癖的事告诉了大家。小丽感觉羞愧难当，但丈夫根本不在乎她的感受。不过还好，丈夫晚上向小丽道了歉，两人打了几局扑克牌后重归于好。小丽按约定去见了心理医生，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小丽终于说出了她的秘密。原来小丽是母亲被人强暴后的产物。白天，小丽在后院种植花草，她抓起一把泥土，越看越像奥利奥碎。她知道护工正在背后监视她，于是假装很淡定的又把土放了回去。在她上楼准备洗漱时，却意外听到心理医生把自己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了丈夫。小丽瞬间崩溃了，她变得异常焦虑，她爬到床底，想要获得一丝安全感。这一幕被护工看到，护工也钻进床底陪着小丽。半夜，小丽醒了过来，翻箱倒柜找到一把螺丝刀，这也太夸张了吧！但她已经忍不住了，放进嘴里吞了下去。她痛苦地倒在地上，被护工发现时，小丽已经奄奄一息，接着被送进了医院，螺丝刀被取了出来。出院后，家人决定把小丽送进精神病医院。在家人的逼迫下，小丽签了字，同意入院。临出发时，小丽谎称手机充电器忘拿了。回到房间后，她想要逃走，护工也不忍心看她进医院，决定帮她一把，从后门放走小丽后，紧接着护工来到厕所，打开厕所窗户，拧开水龙头，先反锁厕所门，再把门带上，营造成小丽自己从厕所逃跑的假象。丈夫见小丽迟迟没有出来，撞开厕所门就发现窗户开着，才知道小丽逃走了。逃出去的小丽拦了一辆车，来到一家宾馆，她顺手在路边还抓了2把土，装进了口袋。现在已经没人可以管自己了，她决定吃个痛快，边看电视边吃土，干净又卫生。来到第二天，她决定去找当年强暴自己母亲的人，也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她想要了却心结，来到生父家里，发现家里正在举行生日聚会。现在的生父已经洗心革面，有了老婆孩子。小丽说出自己母亲的名字，父亲瞬间懂了。父亲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悔恨不已。父亲对她说，这不是你的错，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最终小丽和自己和解，小丽决定对过去的自己做个了断，想想一直并不爱自己的丈夫。于是小丽来到一家诊所，拿了打胎药，在厕所里打掉了孩子。她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生。怎么说呢？这部电影看得我嗓子疼。大家记得吃饭的时候别看啊！我是岳贝，下期见。